算關鍵時刻，當川普塌口之後，全世界又開始去質疑川普一件事情：你是不是又在炒股？為什麼會這樣講？你看到這一張圖，他說上午7點04分的時候，川普宣布與伊朗的富有成效討論正在進行當中。你可以看到這一根馬上就上去了。但是現在更可怕的事情是什麼？是黃金。在今年1月到現在3月的時候，今年所有的漲勢都已經歸零了。現在的黃金已經蒸發了10兆美元，下跌了25%，就是2個年度日本的全年的 GDP 的總和，這就是10兆美元。这個金額非常非常的龐大。那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原來我們看懂一件事情，當今天伊朗已經他的最高領袖說要和談，外長也去了，我們才發現原來美伊和談之後正要打完的時候，現在正在進行全世界最大的財富轉移，而這財富轉移現在外傳，白宮跟華爾街聯手要把全世界韭菜通通都割掉，但是裡面受傷最多的是什麼？是中國。你看到那一些畫面，當時我們才在節目上講，有多少中國的大媽沒日沒夜去搶黃金，對中國來說非常非常的傷。所以松哥，我們今天看到這個畫面，我們知道黃金跌了，中國大媽的心都碎了。沒錯，事實上在這一次的這個美伊戰爭中間來說的話，其實國際股匯市出現非常大的變化，其中有2個變化呢，是剛才兆和說的所謂財富轉移的這個典範。一個是什麼？一個就是黃金。大家都認為啊，黃金不是打仗的話，一定黃金會漲嗎？這個炮聲一響，黃金萬兩嗎？可是，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其實黃金在這一波裡面，它反而跌，它反而從一盎司的5000多美金的跌到目前為止4000多，大家跌到完全傻眼的一個狀況。那你看這個黃金跌的時候呢，你知道誰最開心嗎？當然是華爾街最開心，因為華爾街在高檔就布了空單。那布了空單之後，他現在收割誰？收割今年1、2月、3、4月的時候，誰買最多黃金？中國買最多黃金啊！中國大媽，我們之前不是在節目上講嗎？哦，排隊到澳門啊，到深圳搶翻了，搶翻天，搶翻天！哎，我們擁有金塊，擁有金磚，哇，今年賺翻天。然後後來還不是爆發很多這個疑似是賣假金的，這種弊案都出來，所以中國人一直在買黄金。好，這次黃金暴跌之後，你看中國現在很多這個小散戶呢，哭倒在他的床上。為什麼？哎，我今年買的這個黃金全部都是虧錢啦，對，很難過。好，所以說黃金暴跌呢，割了這個所謂的中國人的韭菜。另外第2個是石油暴漲，石油現在不是往上升嗎？對，是不是？像西德州原有升到1桶100嘛，那這個所謂的這個布蘭特也有升到110、120嘛。好，那誰最慘？中國最慘，因為中國沒有石油啊，所以他現在中國呢，你看現在是排隊，對，排隊幹什麼？排隊去加油，對，然後甚至還有人在加油站打起來了。為什麼？因為就沒有油的這個狀況，所以我在講，現在反而是黃金在跌，然後石油在漲。對，那黃金在跌表示什麼呢？美元在漲。你知道美元指數現在在往上升啊，所以你看全世界相對於美元來說都在貶值啊。好，那對誰有利？對美國有利。對，因為美國錢流到美國之後，搞不好接下来股市就有機會往上升。那美債沒人要買，你有美元的時候就來買美債。所以這個時候同時之間把過去呢可能滯留在海外，你過去不相信美元的呢，現在你就給我回到美國來吧。這樣聽起來美國也太壞太可怕，這個局布了這麼久，直到伊朗要和談了，我就覺得要打完了，我才知道。因為你偷偷給我進行財富轉移，對，沒錯，這就是美國的手法。美國因為他們有家大業大，有美元，有很多工具可以這樣使用。好，那我們剛才講，事實上這一幅的這個，除了這個，我們剛才講到這個財富轉移是針對黃金跟石油而來的話，對，我們在這幾天，我們昨天不是講嗎？川普不是他扣嗎？他扣之前來說話，你可以看到，很有意思哦。國際的這個所謂 S&P 500就是指數期貨，對，跟這個所謂的石油都出現一個很詭異的現象。你看到，在這個之前，它還沒有 taco 之前，這個所謂指數期貨一直跌。那時候呢 ，S&P 期貨是跌了大概1%多，跌了1%多之後，就沒想到突然之間他就宣布說，我們要跟伊朗和談啊，這個延期5天，你看馬上就狂漲這樣一個狀況。好，那這有意思的是什麼地方呢？因為你出現消息，成交量暴增，這合理。但你要在這個點的時候，突然之間有一個人不知道誰進來買了哦。
很重要就大聲。而且你可以看哦，川普 Taco 時間是7:04分，对，这個人是6:50分，对，是4分鐘之前。然後你就給我加買了15億美元的 S&P 500期貨合約，對，沒錯，然後馬上就狂拉嘛，對，狂拉之後，那時候的整個 S&P 500整體的市值增加2兆，對，但是呢，他也在這個地方平倉出場，他自己就賺了6000萬，短短幾分鐘賺6000萬美元，對，是誰？我們不知道是誰，當然現在有人懷疑說，搞不好是川普身邊，我們當然不知道了，這樣美國方面去調查。好，另外一個是什麼？石油一樣啊，在他沒 Taco 之前，你看這樣，然後你看在這個地方突然之間也是爆了這個巨量，對，然後之後就一路的狂瀉，那他當時當然就是進行一個賣空的動作，然後就狂瀉下來，狂瀉下來的話，人家就說這個至少也是賺了數千萬美金，所以你要知道，這到底是誰？我就跟你講。美國人呢，對金融遊戲這一塊，他們很厲害，有夠會的。對，那到底是誰在裡面？我們當然不得而知。你看，從大的到小的，他們其實都可以吃乾抹淨的一個狀態。好了，我們剛才不是講嗎？黃金不是在暴跌嗎？我們剛才講，事實上，你看，這是今年初的黃金哦。今年初黃金的時候，在這個地方起漲點，你看2026開始漲，一路從這個4400，然後一路漲，最多到5600、5700。就現在趙恆啊，經過了幾個月之後，居然又來到了起漲點。所以就是說什麼意思呢？又回到了原點。對，也就我前面搶的跟什麼一樣，又回到了原點。好，那我們剛才講，從這個5600的時候到現在為止來說的話，它整個市值大概蒸發了10兆美金左右。10兆美金來說是什麼意思呢？大概約莫是日本2年的 GDP。所以這個等於黃金的市值蒸發了10兆美金。那10兆美金是誰受傷慘重呢？當然就是中國受傷慘重。好，那我們跟他講，事實上黃金墜落的時候呢，美元指數就會往上升。所以我就說，你看美元從95升到100，所以就是說黃金往下掉，我打擊了中國的這個韭菜們之後，我同時讓錢呢回到美元市場，這是美國的這個做法。好，那黃金暴跌之後，你看我剛才不是說有人哭倒，這不是我講的，這是真的啊。對，這個小女生她就太心疼了啦，對，哭倒在這個她的床上，就說為什麼我今年買了黃金的居然是虧錢啊？她說什麼？我背着老公買點黃金，結果跌懵了，我該怎麼辦啊？你看就是這樣哈。再也不玩了，對，沒錯，好，那真的是大家都覺得說怎麼會這樣呢？那本來你就是被割韭菜嘛，好，那除了這個之外，你看過去我們不是就說嗎？中國民眾都在排隊，你看上海人民都要排隊買黃金啦，那看金子排隊要排三個小時起啊，對。然後我們看2月3號之後，不是這個水貝老闆就是在深圳那個地方嗎？就說趕快這個開始買的話，但大家全部都進去瘋搶，而且不要忘了那時候是黃金沒有，還搶什麼搶白銀，對，連銀條我都要，對，沒錯，那時候我們就講23月的時候就在這個地方嘛，他們拼命的搶，就在這個地方嘛，在往上漲的過程，他們拼命的搶嘛。好，結果沒想到後來就被割韭菜。你看很有意思哦，照你注意哦，你看2月底228就大概開戰沒多久之後，黃金就暴跌。對，所以這跟我們意想中的完全不一樣啊。開戰應該是往上啊。對啊，結果你的美國對白宮加華爾街現在是傳出來，是兩個對，現在上演一場財富轉移。我想財富轉移是很好聽哦，兩個去搶錢的。我跟你講，當然這個不只是搶了中國民眾，他也搶了很多，還有什麼印度、俄羅斯那些國家，伊朗，為什麼？因為他們都想要去美元化，所以這次美國等於借由黃金修理了那些你不看好我美元的，我全部修理你。好，那我講。那這裡面來說的話，剛才趙爾講到一個陰謀論啊，那這個也的確有人這樣說，為什麼？他說當時的美國政府就說，你可以開始，他有這個直接入場，美國政府去買基金，就說我要做空。然後另外一個時間來說，什麼摩根大通、花旗啦、先鋒集團，他們也都是做了非常多的空單，所以就是說空單布了之後呢，就往下掉。我們不是講嗎？你看，這是其實是在2月3號，你看貴金屬崩盤的兇手找到了，金傳大型機構引爆平倉潮，他們就是開始往下跌，灌壓別人的這個多單。所以2月3號的時候，就有人警示這件事情。對，沒錯。那所以你看，後來你看又開始狂瀉，單日狂瀉400億美金的一個狀況。所以我就跟你講，現在等於是這樣。你看摩根斯丹利就說，黃金跌入熊市，反而是利好股市的訊號。當然啦，為什麼？因為我就講。黃金跌就是美元指數漲，美元指數漲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它進到美國來，進到美國來的話，它不外乎買2個東西，一個是買美國的債，一個是買美國的股票。所以當然對美國股票好，所以你就知道，事實上這樣的一番的財富轉移之後，你看對美國來講，就是形成一個財富增加的一個局面。而且我們看到是什麼？是白宮帶頭向前衝，對，其他機構側翼跟上，對。
好可怕哦！美國常常玩，我們要怎麼玩得贏他們？我都怕了。美國在1990年狙擊這個所謂日本的時候，也是類似這樣的手法。好，昨天原本呢，我跟他講，原本川普 tackle 的時候，對，股市是漲，对，但是後來股市又有點受到壓力。為什麼呢？因為當然这個伊朗出來否認有一個原因啊，另外一個是什麼？美國居然發生這個他們的這個產油地爆炸，大家嚇到。好，那為什麼會美國的這個煉油廠爆炸之後，反而全世界驚慌呢？你看。因為呢，目前為止來說，美國是全世界產油最多，而且輸出最多。你看，這還是川普的貼文啊。他說，現在美國生產的石油比沙特阿拉伯加俄羅斯的還要多，這樣，這是川普說的。那因為美國現在是一個最主要的這個賣方，所以沒想到這個廠是在阿瑟港這個地方，對，就要出現了爆炸。好，那這個阿瑟港的爆炸為什麼會造成全世界的這個波動呢？主要因為它生產這個所謂柴油，好，然後它生產這個石油腦這個部分。好，那它2026年的最新數據是說，它的煉油廠大概估全美產值大概是2.5%。所以2.5%的這個石油跟這些所謂這個重油那些沒有的話，當然會引爆這個油價上升啊。所以你看這個爆炸非常大。對。那我們知道煉油廠其實是很大規模，它一旦爆炸的時候，這個真的是會連環爆的，驚天動地，嚇死人的。你看當地的民眾就說，哇，那個爆炸瞬間是砰，好像那種所謂那個重磅炸彈爆炸一樣，這樣。對。你看這個，你看哦。这個監視器都在震動，對，都在震動，它的地都在動，對，就有點類似我們看到這個地震的時候這樣，你就知道這個震動波多大。好，那因為這樣爆了之後，你看美國的這個價格石油價格就往上衝哦，所以也表示說什麼？美國現在對於全世界的石油影響力越來越大。美國本身哦，我們過去看到什麼沙特，我們看最近你看到什麼沙特阿拉伯煉油廠爆，油價就漲。現在是看到美國也會漲，太可怕！它控制黃金，控制美元，現在也可以控制能源了。對，另外一個是什麼？他們有很多 LNG， 對不對？我們就講，現在不是卡達，我們都在說卡達 LNG 快要沒有了嘛，對不對？我們這幾天不是很多媒體那邊警告說，台灣的 LNG 沒有了，然後這個韓國沒有 LNG 也快要沒了。照你知道這個國際媒體為什麼要這樣說嗎？國際媒體其實就要說 ，Limbo 哈，你來逼公對，對，是因為美國，你看美國現在的天然設施已經接近滿載了，對，每天出貨在5億立方公尺左右。你看LNG公司對歐盟買家說，你趕快不斷的跟我們簽約這個狀況，所以呢，歐盟跟他簽，韓國也準備跟他簽。你看日本這次高市去訪問的時候，不是就說我要投資阿拉斯加油田嘛？阿拉斯加油田很大一部分就是要蓋這個所謂的 LNG 的這個管線，對，所以你看歐洲也是一樣，歐洲已經承諾要買這個到2028年要購買這個7500億美金的這個能源啊，而且歐洲他也知道這件事情，美國 LNG 對他們來講貴啊，但是怎麼樣，我一定得買，對啊，不買我可能就要斷氣，是，所以美國也趁這個時間哇賺翻。那我們就這樣講。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東南亞各國都面臨到沒有油的這個情形。韓國不是說要凍漲，我們不是也說凍漲嘛，讓這個中油吸收嗎？對。可是問題是中國呢，它沒辦法凍漲，為什麼？因為他們這個3桶油已經這個壓力很大，所以他們現在你看，因為他們是每10天調一次價格，他們每10天，我們是每個禮拜調控之後，但是因為還是不能夠全部反映啦，對，那就上調是1000多塊，就一半的反應這樣的狀況，所以也就是說，它這次調高起來的話，中國的油價零售進入了10塊的這個時代，這是他們13年以來首次國家出手去調油價，對，因為再不調控，那個會有民怨的，那個會上街的，那個會抗議的，對，也就是說，因為他們現在油缺嘛，快沒招了，你看這是什麼？這是你有看過民眾為了要搶加油，在加油站打架的嗎？沒有嘛，台灣沒出現過，但是在中國就出現，誇張了。這在河北，為什麼大家要這樣？因為大家很擔心說，你加完油，搞不好我就沒有得加，對，所以要趕快加。好，那除了這個在河北發生這樣的事情之外，你看這也是一樣。夜晚裡面來說，你看你以為他們排隊是要去 Costco， 就不是，我們台灣排隊是要去 Costco 啊，結果沒有，他們排隊是要去，你看前方的一個加油站。這個畫面也太可怕，我剛剛想說只有短短，它後面一長排是。都是加油站，對，沒錯。然後還有民眾在那邊開車的時候就說：“這怎麼回事啊？為什麼塞車啊？難道是前面有車禍嗎？”就沒有，不是。他說原來是要排隊排加油的，根本就沒有車禍啊，是原來是要排隊排加油站的這個狀態，他就排隊才下。對，怎麼回事啊？原來是要排隊，你看往前走啊，後來才知道原來他們是在排加油站。好，那我們台灣來說，可能就排去這個大賣場。好，那另外一個，你看現在還有什麼？呀，我車都不夠，我真的怕沒有，他還馬上拿這個油桶來加油。為什麼？因為搞不好下個禮拜10天之後又要漲價一次，所以他們就趕快現在就囤油的這個情形。所以呢，事實上現在中國出手去控油價的一個狀況。好，那我就跟他講，你看
我剛才不是就說嗎？美金漲啊，你看連這個雜誌社都說，伊朗打不完，亞股這個黃金恐下殺，為什麼美元成了這個避險首選呢？因為很簡單，我跟他講，錢這次很特別哦。因為如果我們知道錢呢，它只會去幾個貨幣嘛，對，你不是去美金、去日元、去歐元，不然就是去人民幣這樣一個狀況，對。好，問題是現在好，假設你現在有錢，對，你要往哪裡跑？那個我們現在講人民幣，你不可能去嘛，因為人民幣根本不是國際化。那我要去日本嗎？日本現在缺油，不太好。對啊，它沒有油，它搞不好經濟會出問題啊。那要去歐盟嗎？換成歐元嗎？歐盟也都快沒有快断氣了，没有天然气，也沒有石油，所以没有，所以他们跑到哪裡去？美國最安全。就萬一真的爆發戰事的時候，美國它天然氣什麼都沒有問題啊，它搞不好還可以大賺錢啊。但是你日本跟歐元一定遭殃嘛，对，所以就反而是讓錢呢就跑到了美元去的一個狀況。所以呢，這樣一個什麼效果呢？過去一段時間呢，大家都不想，你看去年1年時間，大家都不想要美元啊，對，他都一直不斷的拋售啊，就沒想到現在反轉過來之後，反而大家全部都要美元的一個狀況。那要美元的時候，為什麼最近亞洲股市、台股會跌？你看外資是不是每天都在賣？對，你看外資來說，今年已經賣了8000億，他為什麼賣？他就是把錢賣了之後，把錢換成是美金啊，所以他一直在賣啊。這個亞洲很多市場都是這樣被賣啊，很多所以我才說為什麼會反而造成全世界股會是重挫的一個局面，就是在這樣。你看哦，這是美元指數哦，去年一直跌之後，現在就開始就反彈了。所以你看反彈之後，你看現在就不一樣了。對，去年一直跌，然後現在变成反彈的一個狀況，對不對？然後它逆轉了，對，去年原本大家都看空美元啊，現在就沒有，你就給我好好的來美金的買這個美元的一個狀況。好，那另外一個是什麼？我跟他講，美國就是不斷的這樣操作，對，等到大家都回來之後呢，他搞不好又在下壓之後呢，然後他又去買黃金，還來啊？對，他就一直反覆這樣子，反覆這樣才能夠割韭菜啊。等到過一陣子來說，這個戰爭結束，大家可能又要拋棄美元，拋棄美元的時候，搞不好他們又布局，又買了黃金，對不對？對。等到下一次的危機發生之後，我再割一次韭菜。對，這就是美國，他不斷的用這樣的方法來收割全球經濟的一個狀況。我真的這樣聽你講起來，美國也太可怕，它等於是跟全世界都提了款。其實提了款之後，所有錢都拿到我美國這裡來，我美國搶，其他人死活，完全不關我的事。全球都是我的錢，全球都是我的韭菜。對，沒錯。其實我們去年不是有講嘛，這是去年的時候，去年他不是開始進行所謂關稅大戰？對，當時大家就說美股會跌，美債會跌啊，然後全世界都拋售美元啊，讓黃金會漲的一個狀況啊，然後變成是這樣，大家就持有黃金了。黃金之後，結果沒想到，你看現在反而就是逆轉的一個情形。他們當時，你看，他們當時就開始在大量的美金在抄底美國的資產，這樣一個狀況，然後就進行一個逆轉的一個局面，然後讓人民幣也升值啊，然後現在又出現一個貶值的狀態。所以你看，他就是這樣子不斷的來回這樣操作，用這樣來割全世界的韭菜，讓美國的經濟慢慢的復甦。因為美元貶值的時候，趙總知道美元貶值可以什麼好處呢？讓美國可以出口增加，讓美國經濟慢慢的，他當時不是要工廠來到美國嗎？我就要讓美元貶值，才會吸引大量資金來到美國嗎？那好，那你現在大量資金來到美國之後，我就準備要怎樣？準備讓美金升值起來，升值起來的話，讓我們美國的本土的購買力加強，讓你在這個地方來說的話，你蓋工廠更加便宜。很多人說最強的就是因為它有什麼美軍啊，或者什麼，不是，其實它最強的就是它有美金。因為美金來說什麼都可以用，你看美金不只可以買東西，它必要的時候也可以買敵人，所以美金才是真正全世界最強的武器。敬明哥，我們剛剛看到了美國人、華爾街、白宮，太誇張，太會賺錢了，滿腦子都是錢，但是他連今天談判也要讓你賺錢，也用錢來誘惑你，因為當你有利益的時候，我們就不單單只是一個塑料關係，我們是真兄弟了。所以你看到，當這一次伊朗的外長也說了，最高領導人說要我去談判。當今天美伊要談判的時候，你看到了川普派了誰去？他派了他的女婿庫許納，還有這個美國特使魏科夫。但裡面最有趣的是，川普的女婿去，這代表一件事情。真的是來賺錢的，真的是來談生意的。當我今天把我的家人都拿來跟你談的時候，這個東西才是真的實質是有利益的。其實中東地區這幾個國家，他們也是有點各懷鬼胎。對，這兩天，川普說這2天已經談了富有成效，相當有進展。我相信5天之內大概就會有一些進展啊，很快，因為他不是說推遲5天的這個攻擊伊朗嗎？那結果就傳出來，土耳其啊、埃及啦、巴基斯坦啊這些國家都在裡面。
有的跟阿拉奇聯絡，有的跟這個威科夫聯絡，那在這邊穿梭來穿梭去，還有人跟伊朗的革命衛隊來聯絡，所以你不覺得這幾個國家好像是那種掮客一樣嗎？對，你在中間，你又要當說客，又要當掮客，然後在這邊跟伊朗聯絡，又跟美方這邊的聯絡，瞧來瞧去的。而庫許納跟威科夫一起聯手，代表美方去跟伊朗談，那有些美方的底線，他還是會很堅持。每次這個人家有人爆料就說，這個威科夫在接到了這個伊朗的電話的時候，在跟伊朗談的，他都很不避諱，而且在公開場合他會談很久，而且會講得很大聲。就算當時在講電話的時候，庫許納一定會在旁邊，他一定了解整個來龍去脈，他也會隨時跟川普報告嘛。包括上個禮拜四有一次，也就是說最近不是美方對這個伊朗的這個態度有點轉折，對，就傳出來說，這個伊朗的外交部長阿拉奇打電話給這個威科夫，然後跟他講說，跟威科夫講說。那我們的這個領導人，也就是穆吉塔巴哈米尼，同意也祝福他，也就是我獲得最高領導人穆吉塔巴的授權，來跟他談哦，談什麼呢？現在最主要的2個課題，一個是說伊朗的濃縮鈾，他說伊朗不可能完全這個讓濃縮鈾離開我的這個伊朗的國土境內，那我同意把它搬到了這俄羅斯，但是我還是會留一些在這個伊朗。那威科夫就說這沒辦法接受。這一點沒得談，他就講得很大聲，就很兇，可能就回嗆回去。當時他們在談的是伊朗願意接受美方開的一些這個條件，沒有想到現在從伊朗的外長跟這個威科夫的談話當中顯示啊，川普甚至已經動搖了，他也是第一個跳船，第一個同意說我不再堅持要去把這個穆吉塔巴哈米尼斬首了，對，因為他都授權他來跟他談，那接下來不就繼續談下去了嗎？形同等於他的老闆承認他的這個新老闆的存在了嗎？所以你看到這樣的一個談判是為了什麼？背後就是生意的盤算。對，就要提到庫許納，對，他之前成立了這個 Affinity Partners 的這樣的一個投資公司。那他成立了這個投資公司，據說啊，光是去年他的這個投資公司就增長了這個盈利於30%以上哦，差不多將近30%。那光是到去年2025年整個年度結束了，他的這個基金啊。投資公司的基金募資已經達到了62億美元。那最近還在不斷的跟中東國家，尤其是一些主權基金的這個背景的這個基金在投，說要投資他們。那這個新聞，當然這個消息也被美國的這個參議員華倫他注意到了，所以他當然有在這個他的網絡上去抨擊說，庫許納他說有人美國正在當美國的軍人正在這個中東地區的另外一個戰場犧牲生命的時候，卻有人呢在那邊川普的和平特使啊，卻在為他的私募基金的這個公司啊正在進行這樣的一個籌募基金啊，講的就是庫許納。他等於是邊打邊賺錢，邊談也邊賺錢，而且派我的女婿去更有感覺。為什麼是我的家人跟代表他，所以我們2個一定賺得了錢的啦，而且有代表性跟權威性。对，那這個也不是首例。記不記得之前今年1月的時候，他們去出席這個瑞士的達沃斯經濟論壇？對，當時就在庫許納的主導下，美國就在那個經濟論壇公布了那個新加薩計劃啊。你要知道，新加薩計劃川普不是推銷了很久，對那個理念，結果沒想到交給庫許納執行，就是庫許納他成立了這一家這個投資公司啊。據說最近在跟沙烏地阿拉伯的這個國家主權基金談，已經談的差不多，這可以增加投資，在募資50億美元左右，增加投資75%以上。對，不止沙烏地阿拉伯的這個有國家主權基金的背景，它的資金可以挹注，還有以色列的保險公司、金融科技公司、阿曼、卡達跟這個阿聯酋的這些國家的主權基金都想要參與。那庫許納做的是什麼？代表川普，我跟你們談，一方面我制定了這個以後美國在中東地區的這個策略跟方針，我制定政策；一方面我把大家都摳進來，以後中東地區這邊現在不是打仗了，有些都遭到破壞，你要重建，包括能源設施啦，還有包括輸油，還有天然氣等等，大家一起賺吧，大家一起賺啊！不只是能源的設施不受到影響，那以後這方面。你們加入了這個投資公司，把這些卡達、阿聯酋、阿曼、杜拜、沙烏地阿拉伯這些全部都拉進來，還有包括以色列，不是只有我們美國人賺，大家一起賺的話，是不是剛好在這個戰爭結束之後，重建計劃就是美方每一次在這個戰事之後才最關注的一個重點？所以這時候庫許納的角色就非常重要了。所以這個時候也是把大家拉在同一艘船。大家都是一起人，我們一起做生意，一起做生意，一起巴黎巴黎。然後同時你們也是美國的夥伴，如果要真的攻打伊朗的話，你們也要參與咖。那做生意的時候，大家又是 partner，所以你看，
猛打減息口幾降兩個，就是一石二鳥啊！這就是美國他們現在打的算盤。當然，中東地區現在似乎也沒辦法下船，因為大家真的已經都在被綁在同一條船上了。慧仁姐，我們剛剛談到，美國真的是無所不用其極，賺錢比什麼都還重要。結果現在什麼？你賺錢賺到竟然現在來威脅台灣嗎？跟台灣下戰帖嗎？我們都知道，他下戰帖是誰？台積電。台積電已經把 Intel 幹掉了，已经把三星給幹掉了。但沒想到今天台積電要面對是大魔王，大魔王是誰？馬斯克。對，馬斯克說什麼？我要弄2奈米，我要做更好的晶片出來。結果他竟然要來台灣挖角這些工程師。是你想說奇怪了，馬斯克，你不是買晶片嗎？你不是客戶嗎？怎麼會往上跑啊？也變成是生產商，竟然揚言啊，他要花大概300億美元啊，蓋一個上下游垂直整合的一條龍晶片生產工廠啊！你說丟啊不丟？他真的會做到？他是不是這麼狂的人？他很恐怖他說你們以前在那邊半導體分工啦，生產歸生產啦，封裝歸封裝啦，設計歸設計啦，然後這邊弄來弄去。我告訴你，我現在出來，我要搞一個全部都在裡面的而且他講的，他說我跟你講，我做這個，我不僅會成功，而且我會把所有一級人全部都挖來。对，他現在跟你講，他連年產能都告訴你，你知道他說他年產能多少？我這個年產能啊，要產1000億到2000億顆的晶片，大概是我們現在台積電的生產的幾十倍。第二個，他說這些晶片可以產出的這個運算能力啊，相當於1年1太瓦。1太瓦是什麼意思？1太瓦大概是我們目前的這個算力的也是幾十倍啊。嚇死人，甚至已經開始求財了呢。我直接在 LinkedIn 上我針對我們台灣的這個新竹開出這樣子的一個職缺。真的，我們去查了之後，真的是有一個矽智成的整合工程師。真的在挖角了。你心裡想說工程師，什麼叫做矽智元的整合工程師？我能聽不對吧？我跟你講，那個馬斯克他解釋給你聽，他說這個工程師他要懂得晶片開發、新產品導入、良率的控制、製程的分析跟優化，然後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他還要怎麼挖的一個測試分析，然後他還要懂得功耗、性能跟面積。那個薪資非常誘人，1000萬年薪不是夢啊！然後呢，應徵者必須要有10年以上的先進開發製程的一個經驗，然後要懂得如何把良率提升的同時，還要降低功耗。這是衝着台積電來的。為什麼？你看到我們剛剛講這個徵才文裡面最有趣的是什麼？我是針對台灣的新竹哦，先去這個。第二是什麼？它裡面要的這個技術裡面有非常多 FinFET 有沒有？對，還有什麼？這種 GAA， 還有晶倍供電等等。它等於是什麼？從5奈米、3奈米、2奈米，甚至未來最新的技術，你台積電全部技術你都要會的哪一種人？我高薪一定要把你挖來，你就是要把所有台積電東西都來我這邊的。簡單一句話，它就是要複製我們新竹科學園區啦。其中最重要的大腦當然就台積電。我剛剛不是講到嗎？什麼1太瓦的這樣子？我跟你講，它面積有多大？它有36座大安森林公園的面積這麼大。3個紐約中央公園啊，10座特斯拉的德州廠的超級工廠都在這邊。攏在家。你對比一下，有一個我們把它那邊弄起來 Samsung Austin 三星奧斯汀的那一個晶圓廠，你有點小點點，北方這是特斯拉的廠。对，它未來要蓋的，是三星的廠，一點點，這個完全不能比的。對，但是它這個晶片要怎麼應用，他已經想好了，要應用在我特斯拉的全智駕裡面。我告訴你，我要用在我的機器人 Optimus 的這個機器人。我告訴你，我甚至要用在我的火箭上啊。這個畫面上面你可以看到，它就要把晶片裝在這個地方，然後就要送上這所謂的太空環境，這叫高耐熱晶片，都想好了，然後什麼低軌衛星啊，然後說這些晶片很重要啊，減少散熱的設備重量啊，要來提升衛星的效能啊，然後要把這個太空 AI 算力網絡可能建置起來啊。他更講了一句話，我告訴你，現在所有 AI 算力的為什麼這麼沒有辦法突破的原因，就是因為缺電。哇，他那一個整個天馬行空的實在是非常厲害。可是誰敢小看他？不敢
敢小看他，因為他其實之前講自駕車，大家也覺得很誇張，現在就做出來了。而且不要忘記一件事情，黃仁勳也稱讚過他，他稱讚馬斯克就是靠第一性原理幹了非常多的事情，他成功非常非常多。对，而且他每次都要覺得他很狂，但是幾年後他都成功了，甚至他的火箭跟夾筷子一樣，也可以回收下來。甚至什麼不要忘了哦，他跟川普非常好哦。對，就算跟川普沒有好，美國也是全力去支持他，所以這個人他現在跟台灣下戰帖，我們真的要小心的。對，而且有時候我們心裡想說，你講的真的還講的是倪匡科幻小說吧？什麼人還要這樣子？什麼這太空設工廠？可是你現在看，他以前講的很誇張的，我這就像慢慢一一實現。所以現在他弄出什麼千萬年薪都要來針對我們台積電這邊挖角，其實也要提高警覺。瑞德哥，我們都知道现在邪惡軸心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開始分崩離析，但是他們竟然在宣傳上面越來越走上一致了。我們都知道，北韓最喜歡那種誇張式的、宣揚式的、讚揚式的那種宣傳，沒有想到這畫面在哪裡？在俄羅斯。俄羅斯現在面臨了斷網的時期，結果沒想到有這麼多的斷網姐姐上來唱歌了。唱歌說什麼？我覺得沒有手機、沒有斷網是最好的。我們現在看到的這是什麼呢？俄羅斯的電視台的電視節目啊。那麼這個他們這些小朋友在唱什麼呢？在唱，他們在歌頌俄羅斯政府呢管制這個網絡，甚至於斷訊的好處。斷網斷得好，斷網斷到什麼？斷網斷到終於可以重新回到這個網球場。終於可以重新回去跑步，終於可以吃飯的時候不要大家低頭看手機啊！所以呢，斷網有多好？那麼為什麼會這樣子呢？而且你看到它裡面的歌詞，我用中文跟大家講，他說我們不要，我們不要用你的網路，如果沒有網路就沒有博客，沒有頻道，孩子們就可以把時間花在打羽毛球上，手機不再必要，熒幕的藍光不會再影響吃飯，而且你不會再上癮，不會再你會這個等於說吸取教訓呢，在生活上過得更加的有趣呀。那為什麼會這樣講呢？因為俄羅斯開始實施行動我們行動這個等於說Internet 的網際網絡的斷網計劃，對，他真的開始來做了。我們知道說，包括澳大利亞不是針對這個小朋友啊，開始現在規範你不能使用，但是問題是啊，俄羅斯這一次是全部的。那麼普遍性的，尤其在莫斯科的市中心啊，莫斯科的市中心已經實施了大概1個禮拜，就是突然間就把這些行動電話的訊號全部遮蔽，完全都收不到任何的訊號。那收不到訊號的時候怎麼辦呢？他們就發現一件事，他說大學生現在上課的時候啊，也是不乖乖聽課，但是他開始打毛衣，因為他沒事做，他在打毛線衣，要不然就把那個衛生紙拿起來，這個等於這邊揉啊，這邊折啊，幹嘛？因為沒事做，他要找事做。以前都可以上網嘛，以前都可以這個上網看一些資料幹嘛，現在都不行了，現在全部都遮蔽了，全部都遮斷了。那除此之外呢？那麼他們還有開始我們已經很久沒有這個等於說那個 BB call 了吧？呼叫器的時代又重新來了，又用呼叫器啊、傳呼機啊，來進行這個訊號，不要用手機，手機太靈敏了，太敏感了，然後人生全部包括眼睛都壞掉，都白內障了，然後呢，人生的一切啊，全部都被這個手機啊給掌控了，所以現在全部打回到20-30年以前的時代。聽起來好像有道理，對不對？這個不是20-30年，這40年前、50年前了吧？打回去聽起來有道理啊！你知道單5天。那麼，包括俄羅斯莫斯科附近的這些企業商家，總共損失多少？損失了新台幣超過20億以上，因為所有的這全部都停擺啊。對，你這樣做對不對？就沒想到使用星鏈計劃的不是只有烏克蘭，還有俄羅斯。對，所以後來他們就要執行這個所謂的白名單計劃。白名單計劃是什麼？也就是說，有很多人跟我這個購買啊。但是我要過濾出這些買的人到底是不是現在手頭上有手頭上可以追蹤的這個星鏈的相關的這個等於說東西，是不是還是你幫別人買？你幫別人買的話呢，有可能就落入俄羅斯的這個手上啊！我不想給馬斯克的星鏈，不想給俄羅斯嘛，不讓他們利用這個等於說這個星鏈的衛星啊來打這個烏克蘭嘛，所以他用了什麼辦法？他直接升級了這個星鏈的軟體。星鏈的軟體一升級了以後，把布了。為什麼？因為你的這些，你不是在白名單裡面啊，你透過比如說第三者，透過人頭，透過黑市購買的大量的這個星鏈呢，你就變成廢物，你就完全沒有讀取啊，沒有讀取的能力啊，就沒想到馬斯克自己也嚇了一跳。
沒想到在這大塊的這個土地上面呢，75%的星鏈不能用。那你知道那代表什麼嗎？那代表俄羅斯75%是俄羅斯的軍隊在使用的。對，他們透過其他的管道，不知道他透過哪一個国家，但是透過其他的管道大舉購買進星鏈來。然後呢，每個士兵花一個，每個部隊花一個，那他們包括無人機都花一個。他們的無人機上面啊，那麼烏克蘭還發現啊，當然連他們的無人機上面，俄羅斯所發射出來的無人機上面都有星鏈的相關的設備啊。对，所以後來他們發現，當星鏈的這個等於說白名單計劃實施了以後，俄羅斯的無人機突然間變成不知道飛到哪裡去。而且瑞德哥，我們發现一件事情哦，當今天星鏈把这個俄羅斯給斷網之後，你可以看到這3張圖。對，2月1號，烏克蘭開始反擊；3月1號，越來越多；3月18又推進了，差這麼多，為什麼呢？因為以前啊，俄羅斯的軍官還有他的士官部隊。他們呢，阿兵哥的星鏈每天都要回傳，證明你在什麼地方沒有逃兵。對。然後呢，士官跟那個軍官呢，利用星鏈來進行指揮。比如說他們的無人機啊，那麼直接軍官也看得到。對。然後無人機的指揮者也看得到，然後他就知道啊，這個現在戰場上，莫怪原來去年到現在，為什麼俄羅斯會突然間反攻打得那麼好，把烏克蘭的軍隊打得落花流水啊？原來是這樣，就沒想到，那麼這些星鏈沒辦法使用了以後呢？一舉打回到30年以前，為什麼？他們現在俄羅斯的部隊只能用無線電在呼叫，所以他們的無線電呼叫呢，星鏈沒辦法竊聽，但是無線電可以竊聽，所以現在烏克蘭呢可以用竊聽無線電的方式，知道烏克蘭的部隊明天要去哪裡，他要撤退，他要進攻，他要幹嘛，事先就知道，甚至還可以干擾他的無線電。所以俄羅斯完全沒有跟這些軍人講，所以我們看到那一些畫面。都是被出賣的俄羅斯士兵。這些人是誰？這些人是俄羅斯的通信兵。俄羅斯的這些高官們、這些軍官們也太狠了吧！你看到烏克蘭軍官說什麼？斷網第1周，俄軍指揮官不斷告訴士兵，連接很快就會恢復，所以士兵們呢反覆重啟終端設備，重啟完之後，你行為暴露的位置，所以等於什麼？烏軍可以實施精準打擊，也太可怕了。因為那麼星鏈呢，其實跟雷達的意思是一樣的嘛，所以你啟動星鏈的時候呢，跟我們手機要跟基地台聯繫一樣，星鏈一啟動了以後，只有可以用儀器測得星鏈的位置在什麼地方。所以呢，那他們這個俄羅斯的阿兵哥的星鏈壞掉了，可問題是因為長官一直跟他騙說啊，可以開，你開一直試，所以他們一直試的過程當中，把自己的陣地跟自己的這個相關的位置全部都曝光出來了。所以呢，烏克蘭就可以因為這樣打擊這些俄羅斯士兵所在的位置，使他們死傷慘重。宏觀取材，釐清真相，犀利精準，深入剖析，時刻掌握關鍵新聞時事，不漏接。老時段，新氣象，我是鍾耀和，關鍵時刻2.0全新出擊。